师傅，虚怀公，不过尔尔。春风吹过，这次最耀眼的场，陛下，大剑离路，过了。为我江湖的模样，鲜艳的来了赌场，看赢在天灵上。就在金川，烈水瓦砾，战烈尘埃，山上波迹，这是黄河，那个天地。李先生，小齐啊，今日也入宫了。哎，你那师兄的徒弟小王道长也入了天启，还帮了我一个小忙呢。先生入宫，苦的却是我，还得装模作样的来这里打一场。你们那个皇帝想杀我，你说他是不是疯了？哎呀，所以我来了，我怕你疯了，把皇帝杀了。哼，退下吧。演得太过了吧？陛下，国师内路也过了。烈水瓦砾，战烈尘埃，山上波迹，这是黄河，那是天际。我会知道该往哪去，不是前进，不是美玉，不是神仙追寻我轨迹。李先生，李先生已至宫门。然后呢？然后他转身了。转身了。转身望着这里。大家紧张了？恐怕是毕生修为于今日毁于一旦。本来是一个杀人之局，见我北离大内高手之力，杀传说中的天下第一人，自负了呀！瓮中捉鳖，结果自个儿成了这个鳖，感受如何？我的想要知道你的血和图案，大马在现场追雷箭闪烁，春风吹干了的伞，把你的心情走向，为我保护的模样，谁也能来不上，从我最远的那地的心的走向，为我江湖的模样。李长生这是何意？怕是在提醒陛下，暂且还是不要打百里小公子的主意为好啊。意思送到了，就不吓你们了。你回来了？还没查到吗？他第一次说要离开，是收百里东军为弟子的那天随口一提；第二次，便是在圣人的御书房，像从前一样没有原因，似即兴而为。不可能！若风，天下百小，终有一人是我们无法查清的。可他关系整个武林，学堂祭酒李先生。突然要离开天启，其中原因作为白小堂却一个字都查不出来。
天下百晓，这几个字，当真成了笑话。小伙子，你以后能成为枪仙的。您是？我啊，我是李长生。李先生，先生，可我现在身上已无枪，您是怎么猜出我是用枪的？因为你身上有枪意。枪意？你是来找东君的吧？少年人不要有那么多心思。你是江湖客，他是侯门子。凡俗眼中，你们虽然天差地别，但这里是学堂，学堂之中皆为学子，学子之中无论身份，皆称同窗。稷下学堂很欢迎你这个小枪仙的。多谢先生。韩一，小娘。娘子啊，娘子，我也在外边跪2天了，好冷，好疼。少跟我装可怜。卓墨公子武功高强，内力护体，又怎么会冷？娘子罚我，我也不敢用内力嘛。哼，你不敢？你什么不敢？北篱八公子可真是风流啊！以前你说是顾剑门带坏的你，可是人顾剑门早800年就离开天启了。我看你这路不认得也挺好的吗？不是啊，这真是小师弟他非……闭嘴！你小师弟那脸都红成猴屁股了，怕是这辈子第1次去青楼吧？你怎么不说是百花楼的姑娘绑着你去的呢？你这么说的话也太假了吧！你再说一遍！完了，雷梦莎，我看你是不想好了。趴下！等一下！趴下！娘子，哎呦，娘子！哎呀，娘子，我真听曲儿去了！哎呀，娘子，娘子啊，不去！韩一，救我！娘子啊！阿爹真可怜，要被打死喽！娘子，哎呦，我真听曲儿去了！哎，娘子，哎，好了。你爹要被打死了，你也不上去帮忙。先生，你来了。我再不来，你爹可真的要被打死了。谁叫他去那种地方的？活该！嘿，小小年纪的，知道的东西还挺多的嘛。先生，你什么时候教我武功啊？比以前进步多了。你爹是雷门英才，你娘是星剑传人，跟他们学武功不是很好吗？为什么要跟我学呢？因为你是天下第一呀，跟你学武功，以后我才能管住我爹。哎呦，娘子，有志气，眼光更好。哎，娘子别打了，哎，别打了，屁股肿了，娘子。滚！不去了，哎呀，先生来了。李先生，先生救我！跪下！行了，也没发生什么大事嘛。虽然去了趟青楼，也没犯什么大错。夫人，
雷儿这个人我很了解他的，对夫人可谓是忠贞不二。他也只敢去听点小曲儿，是吧？我想他今天去了百花楼，应该是看到百里东君和那个用枪的少年，让他想起了自己和顾剑门的往事，兴之所至了，是不是啊，雷儿？就是，是什么事？厚颜无耻！厚颜无耻！以后还敢不敢？不去了。我以后想听曲儿，我找窦轩去，他唱的也还行。夫人，他认错了，也落了保证，你就原谅他吧。先生都来了，我还能真打死他不成？先生此来，想必也不只是为了要救这个不成器的东西。新月就不打扰了。韩一，我们走。哎，师傅，师傅，还好你来得及时，我差点被我娘子打死。我本来是不想来的，因为我觉得就算你现在不死，几年之后你也会为你那可笑的志向而死。师傅，你还记得？那一年，你说你的志向在于天下，我笑你还是个孩子呢。如今你的孩子都学会骂人了，你呀，也不能只是那个师傅膝下的孩子了。说说吧，你觉得的天下是什么？天下。当时我年轻气盛，我觉得天下就是一个能够供少年们征伐的地方。那么现在呢？现在我想明白了，天下从来就不是一个可以征伐的所在，因为那是许多活生生的人努力生活的地方。那你的志向呢？仍在天下呀，守护天下。这么多年了，你们似乎变了，又似乎没变。你跟剑门要好，剑门走了，你就和若风混在一起。可若风身份特殊，总有一天会离开学堂，到时候你……师傅，我不想离开学堂的。可学堂终究是个读书的地方啊，人长大了，书读完了，自然要离开学堂的。学生既已离开，老去的先生也不必留下。师傅，你不会要走吧？是啊，蒙莎，你也要走的。不过，走出这一步，你的雷门可就真的回不去了。那就不回去了。你不想牵连雷门，所以故意无视门规，让雷门驱逐你。你不想连累妻女，所以让你的女儿随母姓。要是遇到了什么万一，背后至少还有一个剑心种撑腰。可是孟莎，成大事者无不彻底割绝过往。你呀，还差得很远呢。等时机到了，让韩毅来找我，我教他剑术。师傅，你不回来了吗？你啊！我说了老半天，你到现在才明白啊！就你这样的人，还想守护天下呀？我告诉你，守护天下不是人人都有资格的。你和若风若想取得这份资格，势必要经过一番苦战。你们呀，不要半途死了。定不负先生所望。已经负了。我之所望，就是弟子们能纵情江湖，肆意而活。哎，天下什么的太沉重了，你不负自己所望就行了。
说李长生要离开天启城，没有李长生的天启城，你要强行带走一个人，虽然要付出代价，但也不算难。我自己去。从小到大，你都是那么倔，光凭你自己，就算你有实力，心爱的姑娘，怕是早已嫁给他人。师父，我想练魔仙剑。没想到半年不见，你经历这么丰富。没有你的跌宕起伏。哎，你昨晚如何呀？你怎么也这样？小小年纪不学好？司空张峰，你有点良心。昨天因为你和雷师兄，我都被人污蔑了，还跟尹师侄吵了一架，容易吗我？他呀，昨天只是找我过去叙叙话，把我认成了儿时的一个哥哥而已。听你这语气，挺失落的呀。我有什么好失落的？哎，因为随口吹的一支曲子，结识了千金难买一面的大美人，多少人求之不得的事情，我有什么好失落的？哟，好，你不失落，那你到底是不是他哥哥呀？我怎么知道？我又记不起以前的事情。也是。你跟我说过，你失忆了。或许吧，我也没有刻意想过。要真的仔细的想，好像此前的人生都是一片空白。看来你是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。那又怎样？我又不靠以前的记忆过活。司空张峰，那你有没有想过，你不知道你的来处？但你却和他会同一支曲子，这说明什么？我也不知道。你干嘛？万一你真是他的哥哥呢？万一他弹这支曲子就是为了等他的哥哥出现呢？百花楼里那么多客人，是天启的，不是天启的，有钱的，没钱的，为何就你偏偏听过呢？你一点都不着急，他那么受欢迎，错过了，可就真的错过了。可我真的是记不起来了，就是怎么想也想不起来的那种。皇帝不急急死太监，百里东君，往事不可追。我和他，或许还有未来吧。哎，行吧，行吧。哎，你怎么还不开始酿酒？莫不是忘了本月14日的那个赌约了？我当然记得呀，我这不是找灵感的吗？皇帝不急急死太监。百里东君，你，哎，这可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啊！我枪还压在那儿呢。好了，我知道，放心吧，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，你枪把我身上。真是桃花香啊！李师侄，你闻闻看。不错。师傅，天启城最高的地方在哪儿啊？
教坊32阁，仙人指路台。行，就去那儿。遵命，小徒弟。呀！天若不爱酒，酒仙不在天；地若不爱酒，人间无酒泉。天地既爱酒，爱酒不愧天啊！以文清比胜，又言浊如咸。先生既已饮，自作菜犹鲜。杯酒行大道，觥筹尽河山。但知酒中趣，难对行者产。先生，这马真是快啊！哎，这可是烈风神驹呀！啊，我的烈风驹？不可能啊，我的烈风驹是红色的。师傅，你这马是白色的。嘿，我给涂上去的。师傅，白衣白发配白马，此乃仙人本相。我乃谪仙人，岂肯折腰事凡尘？呀！先生这风采，果然还是如此令人神往。您再试试这个，好看吗？好看。累不累啊？不累。瞧你这哈。谢谢娘子。爷爷，慢点跑。看到什么了？啊？爷，糖糖，好好吃啊！好，你要这个吗？原来这才是北里的天启城。极尽人间荣耀与繁华的天下第一城。我本来是觉得，不就是一座城吗？走了也就走了。可是如今看来，还有好多地方没有尽兴的玩一玩呢。你说呢？尹师侄，你怎么哭了？没有。你要是实在舍不得，我再陪你回来嘛。就是啊，我们也不是不回来。等下次回来的时候，我让那皇帝亲自出城迎接你们。东君到了，你看，那儿就是仙人指路台。每到重大节日之时，都会挂上萧氏家族的神鸟大风旗，风吹启阳，即可破天呐。那便是天启城最高的地方。你们等我一下。东君，替师傅去一趟天启城吧，酿一壶桃花月落，挂在天启城最高的地方。师傅，我来了，但也到该走的时候了。您的心愿，徒儿没有忘记。
琛啊，顾琛，还记得呢？陛下，怎么样？李先生带着镇西侯的独孙百里东军，策马绕了天启城一圈后，离城而去了。还有吗？山前书院院监陈如到访稷下学堂，称自己为新任祭酒。官员任配乃朝廷重视，哪有自封为官的？还有呢？回陛下，没有了。走了，那便走了吧。那个陈如，大理寺卿也管官员任配的事儿吗？不，就封那人为祭酒。驾！二小姐，阿姐呢？怎么没跟你们一起回来啊？小姐在路上有事耽搁了。我听吴相使说，你们找到天生五脉了，但把他给放了。百里东君乃镇西侯府的小公子，贸然抓他，本就冒险。更何况，他现在已拜入李先生的门下，所以原来他叫百里东君啊！怎么停了？继续说呀！我们找到一个更合适的人选，他叫叶鼎之。你离开男爵这么多年，发生了很多事，想必你也知道吧？师父被女道仙燕翎霞所败，男爵第一高手之位易主，很多人传您已经死了，但是您却忽然出现在天启城，大战学堂李先生，向天下人昭告您的行踪。你想学魔仙剑，我不同意。当年我打不过李长生，去学了魔仙剑。1年之内，我的功力涨了6成，我依然打不过李长生。你想比我强，就不要走我这条老路。师父。刀客凌云，是我。据说与燕翎霞一战之后，境界大跌。那是一跌千里啊！那你此番回来，是回到当年的境界了吧？就算回到当年的境界，也不过是再求一败罢了。久仰剑仙大名，今日我凌云也想求得一战。若赢，则在与剑仙与燕翎霞一战，重夺男爵第1之位。若败了呢？愿死！
徒弟，刚才那一剑，你学会了吗？我看清了9分，不差。为师用毕生修为凝入了13剑，但这一路会有不少这样的人前来挑战。每次我只出1剑，你可都要看好了。好。除了最后1剑，那一剑不许看。师傅，你说我那如仙师傅，为什么让我酿那样一瓶酒，还挂在天启城最高的位置？我都没来得及问他。你去问他呀，问我，我哪知道呀？啊？你不知道啊？嘿嘿，骗你的！我当然知道了，我是谁呀？师傅，嘿，是因为情债呀。当年你师傅喜欢上一个女人，后来他们分散了。你师傅就欠了他一壶桃花月落。那我挂在那儿，那女子便会看到吗？会的，因为那位女子就是天启城教坊32阁的主人。当年你师傅答应他说，等他酿好了桃花月落，会亲自提着这壶酒来找他，而且还会娶她呢。但如果他没来，或者是让其他人提着这壶酒挂在那仙人指路台上，那就表示他已经死了，不必再等。教坊主人等了他好多年，期待有那么一天你师父会出现，并且娶她为妻。但是若干年过去了，你师父并没有出现。也许是等得太久了，他所求的，就是希望这壶酒不要出现在那高台之上。那这样，他就会知道他爱的人已经死了。罢了，是我伤了我师娘的心了。哎，你这句师娘应该让她听到，她会很开心的。嘿嘿。哎，你们听说了吗？羽生魔带着他那个徒弟走了小半个南绝。那个魔头似乎是要去什么洞月湖，挑战个什么剑仙。听说好多武功高强之人都去了。昔日师仙是10步杀一人，千里不留行。今朝羽生魔藏剑不露身，千里赴一战。不知能不能也成了后世的传说啊？哎，看不出来于兄好文采啊。不过我可听说了，这羽生魔这次，但凡是遇见拦路者，皆是只胜不杀。只胜不杀？难道那个魔头转性了啊？师傅，你听听，你这次可真是招摇过市啊！就差在身上插一面旗子，上书“羽生魔在此”了。不过师傅，照这么走下去，你确定走到洞月湖之前，我们不会累死啊？杀人之前需要魔剑。怎么了？陈老头。羽狂徒啊！徒儿，去林子里避避。我要会会这老头。这老头很厉害。男爵武学泰斗，天选老人，杀你只需要抬个手。那不如师傅，师傅连手都不需要抬。羽狂徒，咱们也有整整7年未见了吧？你是武学泰斗，我是魔头剑仙，见面无非是打架，不见也罢。听老朽一句劝，回头吧。你是什么东西？
你有什么资格来劝我？李长生会听你的劝吗？我连李长生都敢打，你有什么资格在我面前说劝？你这一路只胜不杀，借水为剑，借花为剑，借叶为剑，就是从未拔剑。你是在蓄养剑气吧？剑气养足，杀意养够，再出一剑，就是惊天海地了。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聪明？别人都看不透，你都能看得透。如果我对你出手，你保证不需要拔出你的旋风剑吗？若是拔剑，那你这一路辛辛苦苦蓄养的剑气，可就泄了。你这个老东西，活了这么久，倒是没有白活。北离这些年仗着有个李先生，始终压男爵一头。男爵武道的气数本就不如北离，若是你执意要与燕陵峡一战，无论谁胜，都躲不过两败俱伤啊！男爵武道威仪，所以你再听老朽一句劝，回头吧。拿男爵来压我，男爵又算什么东西？谁拦我，我就杀谁。你若动手，我就拔剑。我若是拔剑，你一定会死。怎么？怕了？不要以为一把年纪就有资格站在高处跟我讲道理。像你这样的人，早就该活不过今日了。你这是要一意孤行了？就为了这个第一高手的名头？今日过后，天选老人就只是一个老人了。新人早。哎，早。
昨日还是守寨星辰的天下第一人，今天连个烟雾都摘不下来。哎，好香啊！师傅，你醒了？哦，在练功啊？哇，好香的果子啊！好甜呐！百里师叔，你干嘛呢？吃果子呀？啊，吃饭了。吃饭了，师傅。怎么？师傅不在，自己吃独食啊？哼！来，师傅。太干，难以下咽。哎，东君啊，你说这树上的果子，是不是挺甜的呀？师傅当真偷看了？你只能问一个问题，确定要问这个？我怎么能忘得了您呢？这还差不多，问吧。师傅，你真是神仙吗？什么神仙？遨游天地，长生不老。我轻功虽强，一跃也高不过一座山。内力再好，这一掌不过掀起一条河而已。论这剑术吧，我在天下剑客中，应该是巅峰的级别吧。但倘若你让我一次性杀10000个人，那我的剑怕早就折了。这还不算神仙？如果这还不算的话，那返老还童总算了吧？你已经180多岁了，正常人谁可能活180多年啊？而且你就这么走着走着，就变成了一个比我还年轻的模样，除了头发白点。行，那就说说。其实也没什么，无非就是年少时去黄龙山拜了个师，学了个功夫。这个武功呢，非常难练，而且名字只有一个字儿，叫春。春。上古有大春者，以8000岁为春，8000岁为秋。庄生逍遥有所言，正是这春的含义。只要练会此功，每30年便会重返青春，而在这返老还童的那一年，功力就会尽失，需要重新修炼才能恢复。倘若此刻我在天启城内，那这件事情必定会暴露。天启城人多眼杂，人言可畏，所以我必须走。于是你就找了我和尹师侄，和你一路同行，为了保护你。看起来也不是这么一无是处嘛。可是先生，为什么是我们啊？是啊，我们俩是所有师兄弟中武功最差的，且阅历最浅的。姬若芳说的没错，既然此功以30年为期，那么每过30年，我就会更换一次身份。倘若我一直留在他们身边，那我始终都是李长生。因为我与他们相处太久，身上有太多割舍不掉的东西，我不愿意这样，所以我就带上你。而你，是因为你师父跑来求我，
你师傅那样的人竟然会为了一个徒弟来求我，有趣。说到这里，你们两个以后也别叫我李先生了。为何？因为属于李长生的30年已经结束了。哎，你们说，下一世我取个什么名字好呢？不如跟你一样，取个复姓，就叫尉迟，或者叫欧阳、上官、司马。司马，南宫。什么？我只是觉得这个姓很适合现在的先生。南宫，好，南宫。那叫什么名呢？李先生虽然执掌学堂，但是他根本就不像个书生，行事作风非常狂。我这一世要当个儒雅的书生，就如同这春水一般荡漾，如同春水一般温和。春水，春水，南宫春水，就这么定了。南宫春水，这么随便的吗？取名字就是要痛快嘛。你们以后呀，就叫我南宫兄，啊，春水兄也行，都可以。外人问起，你们就说我是你们游历江湖认识的好友，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记住了。好。哎，对了，南宫春水。春水兄，咱们此行究竟要去哪里啊？这天下间有一座城，风花雪月，人间至美。这里，雪月城。雪月城？没错。下观风，上观花，苍山雪，洱海月。想要进入这雪月城，就要先闯过一座登天阁。登天阁外皆是凡尘，只有真正登上了那天，才能见识到真正的雪月风华。此去千里，正好可以一行观尽天下。春水兄，真有雪月城这个地方吗？该不会是你瞎诌出来的吧？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？你没听过的事儿可多了。天下之大，无奇不有。就连北离的皇帝都不知道这天底下的庙城究竟有几座，更何况是你。小姐，小姐已经成为学堂弟子了，怎么还记得我们天外天？那日我没按计划行事，你对我有期也是应该的。小姐言重，属下不敢。那日我本想将百里东君送至青龙门后，便去找你们。可我没有料到，柳月公子将我留了下来。今日我寻得契机，便立刻来找你们了。可是，那日小姐为何没有将百里东君带到雨季在的那条路呢？那日百里东君几经劫杀，心弦已经到了极度紧绷的境地。若是真的走上了那条路，遇到了雨季，即便不敌被我们带走，以他的性格，别说是修炼训练功，怕是会直接找机会与我们玉石俱焚。此是其一。其二，我在想，复国之事，
当真只有这一条路吗？什么意思？不是，我也没有更好的计划，日后再说吧。齐轩，我得走了，我会继续观察百里东军。等我做了决定，便同你们联系。雨季那边，也烦你帮我解释。小姐，还有何事？我该不该把另一个天生无脉之事告知小姐呢？无事。小姐，宜多保重。复国之事，当真只有这一条路吗？小姐，你究竟想做什么呢？徒儿，师父。行了，看来今日不宜下棋，早些休息吧。师父，你是不是以为我要问你去哪儿？可这关我什么事呢？云哥哥，这个送给你。这是什么？我娘亲开始教我女工了，这是我绣的第一只荷包。文娟绣的太好看了，我好喜欢。纵然我算遍天下，也算不到我们的重逢竟会是这般模样。
讲讲外面的故事吧。等你讲完，我就放你走。我很久没有离开这里了。就像这道笼中鸟，虽身处囚笼，却偏偏向往外面的天地。我若说想带他出去，也不知道他肯不肯。回来了。白日里，我见到了小姐。哦，那小姐可有解释？其中细节，我日后再与你解释。不过有一点可以确认，小姐并未背叛天外天。那便好。吴相使那边还有何指示吗？他让我们送给北厉皇室一份大礼。什么？你说叶鼎之是叶云？叶雨的儿子那个叶云？怪不得他说他不要玉玺，怪不得他说他要的东西，本王一定能给他。他要的是本王的命。备马，快备马！本王要进宫。早啊，叶鼎之。姑娘早。上次的故事还没讲完呢。那今天是讲佛国？好啊。那姑娘等一等，我去洗把脸。久等了。怎么？啊，没事。不冷吗？水。
我不怕冷。嗯，讲佛国吧。要去西域32佛国，会经过一座城碧罗城，而去碧罗城的路上会途经一座名为三顾城的小城。所谓美人三顾，一顾倾城，再顾倾国。三顾。等一下，美女很多。对啊。换一个，不想听。哦，那我给你讲讲三顾城的特点吧。这三顾城呢，其实是由一些商人建立起来的。城中赌庄居多，最大那间叫美人庄。又是美人，过不去了是不是？我说的是赌庄。那赌庄为什么会是美人庄？因为美人很多啊。这负责最大赌庄的呢，就是一个花魁娘子，以天女为名。连花魁娘子都出来了。不说这个了，我也是听别人说的，我没去过美人庄。穿过三顾城，就到了碧罗城。这碧罗城里有一个特别大的寺，叫九龙寺。小挂件儿，小玩意儿。轩儿，书这么好看啊！李先生。哎，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。这天下间有书千万，就算我一日不停，一刻不歇，读到死时也读不完这世间之书。这对我而言是最大的遗憾。为了少一点遗憾，便只能抓紧时间多读些书。唉，有些人啊，读书读成了书呆子，但如果读的书多到连100个书呆子加起来都比不上的话，或许就能成为儒仙了。小子，你说你这师傅哪里比得上我？要武功不会武功，要名气没有名气，你还不如跟着我呢。这样吧，我给你破个例。我虽然已经收了关门弟子，但你仍然可以变成我的关门弟子，还多了一个字呢，如何？不要。你读的书没我师傅多。谁说的？我的年纪至少比他大2倍，我走过的桥比他走过的路要多多了，我看过的书自然也比他20年前看过的还要多那么一点吧。我武功比他强啊。武功，从书上学就行了。哎，你呀，大概是这天底下唯一一个拒绝做我徒弟的人。先生此言差矣。你去问那田间的庄稼汉、青楼的花魁女，亦或是握千金的富家翁，想必都不愿意做先生的弟子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，不是每个人都想要见证天下。呀，行了，我说不过你。哎，你此行的东西没忘了带吧？先生放心，不敢忘。正好。哎，走，先生给你接风去。走。雷儿，你是说叶鼎之现在在锦鱼王别院？师傅，您这是喝多了吧？我昨儿跟您说的很清楚的。怎么会？兄长虽然素来与亲王不和，但他曾承诺过我，一定不会将学堂拉下水。此事应该与兄长无关，不如我直接去问他一问。不用了。既然我们也是希望他能有一个安全的藏身之处，那个地方也挺安全的，那就不必再添麻烦了。先生说的是。可是，他若一直这样待在那里，却也不太合适。因为据我所知，别院中除了有影宗的骆师兄之外，还有我那还未过门的嫂嫂。放心吧，既然我们都知道他在哪儿，我会把他带走的。这件事你们就不用管了。
东巴，这几天你要好好休息，2天之后我带你去见你的好朋友，然后送他离开。你为何要送他走？我还没来得及和他叙旧呢。叙什么旧啊？你去男爵找他叙旧不就行了吗？现在到处都在抓他呢。你说是他的命重要，还是叙旧重要啊？笨徒弟。那当然是。好吧。前些日子都是劳烦你下厨，今日来尝尝我的手艺。我可有个称号，我知道，草原小食神嘛。你记得？云哥说过的话，我都记得。快尝尝。好吃好吃。好吃的多吃点。这里的牛肉不好，草原牦牛肉才是真的好吃呢。可惜我吃不到。想吃就去吃啊，有什么吃不到的？你想吃草原的牛肉，那就去草原吃；想拜佛国的菩萨，那就去佛国拜；想喝男爵凉茶，那就去男爵喝；想乘船东游，那就去东边最大的大港登船起航。天高海阔，不在这笼中天气。云哥，我去不了的。你去得了，因为我会带你。不。你怎么了，文君？云哥，叶云，你听我说，5年前，我被景玉王看上，从此就被关在这所囚笼当中。那时我和东君还有书信上的往来，我本欲将此事告知他，可是父亲他篡改了我的信件，他骗东君说我已远游离开了天启。我的婚姻成了景玉王和影宗的联姻，他们设下重重防卫看守着我，而师兄就是这第一重门。可我不甘心，我想尽了各种办法，想要逃离这里，直到那天你突然的出现，让我看到了一丝的可能。为何？我知道你很强，在跟你的相处中，我也探到了你的性情。如果我真的开口请求你带我离开，我想你一定会答应的，一切就能按照我的计划来办。如若你不是叶云，因为你是叶云，是我真心喜欢的人，所以我不能连累你。你快走吧，你赶快离开天启。我不走，要走，我们一起走。今日顺风，宜出行，远游不归。你们走不了，罗师兄。即使我放了你们，你们也走不出天启城。师妹，你知道的。
赵师兄，得罪了。你疯了！你的伤还没有好。我也觉得我疯了，可又有什么办法呢？喂，年轻人，还是要好好保养保养。怎么跟你师傅一样，要赢不要命啊？李先生，不错不错，你师傅一老头虽然是个废物，但你还不错。不知李先生来此有何贵干？我来带他走。我不走。美人屋里面待够了吧？你师傅都已经提前杀到天启城了，你还能舒舒坦坦在这儿待着吗？还好没收你做徒弟，不然得活活被你气死。可我，可什么可啊？你想带他走啊？可你连眼前这个家伙都不一定打得过，就算打得过他，王府之外、天启之内还有尹宗4大护卫，还有你那美人头老爹尹宗宗主一补呢，老家伙，你都能打得过去吗？我告诉你，在这天启城，单凭一个人的力量想带走他，只有一种可能。什么可能？什么可能？敢问先生，是何可能？那就是我出手。先生的意思是？哎，做你的春秋大梦吧，自然不是我要出手。我的意思是，想达成心中所愿，就要让自己变强一点，更强一点，直到最强。美人，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啊？先生说的有理。果然是国色天香啊，天香国色。我要是再年轻个100岁，怕也会忍不住提前带你远走高飞了。哎呀，眼光不错。好了，我答应你师傅3日之内要带你离开天启，咱们上路吧。我，云哥，你快走吧。半年，你等我半年，我会回来的。好。先生，等等，怎么还舍不得你那个小美人啊？此次回天启，我其实是要完成一件事的，没有完成，我不想这么轻易的就走了。你要去杀亲王？先生知道，也是，您本就是无所不知的李先生。冲凶斗狠，不是，你先别反驳我。当年叶将军救父冒死把你救下，你现在去杀亲王，是以什么身份？叛族余孽，还是北离逃犯？哼，那亲王死得还挺荣耀的，为了伸张正义，惩处了叶氏逆贼，不料遭到报复，为国捐躯。那我该如何？亲王该杀，但不能是你杀。而应该是天下人去杀。若他这么容易被你杀死了，叶将军就再也没有沉冤昭雪的那一天了。不过你放心，将军府一案，若风这些年一直暗中调查，搜集存疑之证。只是，此案事关重大，牵连深广，还需要时间。我明白了，我父亲和整个定远将军府需要清清白白的死去，也让天下人的剑刃都指向亲王。好，我相信你和小先生。
孺子可教也。好了，我带你去见你的兄弟吧。逝者已矣，却还有情谊长存呢。故人远行，迎折柳相送。一为不忍分别，二为永不忘怀。还是算了吧，这也太难为情了吧。平哥，东君，东君。死，真好。所以别再一提起我时，就一张上坟脸了。要死，你先死。实在不行，一起死。君子道别三言两语就够了，不要婆婆妈妈的，絮叨个没完。东君对我的情谊，我看在眼里。东君，就先这样了。此次一别，也不知再见何时。希望再见之日，你我都以9剑成仙。再见之时，你我仍是少年。矫情。走了。哎，云快等等。这给你。折柳相送，我还只是在书上看到过呢。云哥，保重。东君，保重。你很快就会有第二个生死相交的朋友的。有了，不过那人估计快死了。我觉得，没有我那个朋友酿的好。少侠的朋友是位酿酒大师，他呀是个酒痴。不知少侠尊姓大名？哎，先生请我同桌喝酒，不必如此客气。在下从未有过父母，所谓来也空空，去也空空，故取姓司空，也愿化作长风，一去不归。所以我叫司空长风。
这番介绍倒是颇有意思，想了许久了。看破不说破，现在也太不厚道了。小二，这酒给我们退了吧，不要了，给我上壶别的。敢问这位客官，您想要什么？要秋露白。有趣。客官，今日可没有秋露白。为何？秋露白1月只出1日，1日只出2个时辰，今日怕不是时候。哦，那明日呢？明日也不是，后日也不是，大后日也不是。本月14公映，还有13天，且等着吧。哎，你，我很好奇，少侠，为何非要秋露白呢？哎，不瞒先生说，我此次来天启城，是为了见一个朋友。刚刚说的那位朋友？正是，我那朋友啊，没有其他的爱好，就是好酒。他呢，跟我离别前吵着嚷着说要喝天启城的秋露白，所以啊，我就想先买上一壶作为见面礼。小子，你想要秋露白，这上面不就有一瓶吗？这上面是秋露白？多嘴！哎，小二，这秋露白多少钱？不要钱。不要钱？只要你能拿得到。哼，简单。长风，你要去楼中桥，既然伸了手，便算下注取酒。你舌头！客官，这是什么话？哎，这的确是陈酿12年的秋露白，世上只此一壶。你若想取，那便凭自己本事取；如若取不到，留下件东西就好。至于这东西是什么吧，由我说了算。谢氏。谢氏。陈先生。谢师是碉楼小筑内功夫最高之人，多少江湖公子试图取这个酒，却都没有成功过。哼，那也就是说，如果我抢到了，便是第一个成功的。算吧，真正的高手不会来取这个酒，来取这个酒的多数是如你一般初入江湖的少年郎。不过时至今日，真正成功的也不过李先生一人。不过他呀，单纯是因为无聊碰了碰酒，也便走了。所以，你若是真抢到了，确实算是第一人。好，那就来吧。枪不错，银月枪，我要。是一柄好枪，但可惜了。回！一来就吃瘪，天启城，果然是天启城啊！司空长风，久别重逢，不必行此大礼。百里东君，不错不错，你还记得我？你什么时候来的？怎么也不来找我？我今日才到的，这正想去找你来着。好久不见啊，司空长风。楚墨公子。不过，你刚到天启城就打架了，还被人打成这样。哎呀，别提了，我想着跟你也算是久别重逢，总得备份礼吧。普通的酒酿的也没你的好喝，最好的酒竟然卖光了，那我只能去抢。结果没曾想技不如人，没抢过，那枪还折在里面了。一个人抢不过，那2个人能不能抢过？谢师的金刚罩精进了不少，可惜啊，还是被这位少年给破了。哼，后生可畏啊！确实是如鹰一般的少年。
这么快就找来帮手了？上面挂的那瓶酒，可是秋露白？对，那是酿了12年的秋露白。我要了。好强的掌力！原来酿酒师里不止我一个人会武功啊！小师弟，不可无礼，这位乃是碉楼小筑1品的酿酒师，整个天启城都得人人尊称一声谢师的人物。卓墨公子，谢师多有得罪。这位是我新入门的小师弟，冒犯了，请多多谅解。李先生新收的徒弟，难怪。这位公子出手，可是为了夺酒？那是我兄弟的枪。你兄弟夺酒失败了，必须留下遗物，这是规矩。可若是我赢了你，可否将那枪和酒一起拿走？当然可以。来，哎，用武功来饮酒，未免有些奇怪。不比武功如何？那比什么？自然是比酿酒。什么？这人疯了吧？跟谢师比酿酒，不自量力。就定在本月14吧，到时候我会带上我的酒来碉楼小筑，也请你们备好碉楼小筑最好的酒，以及天启城最优秀的品酒师，然后我会带走那杆枪，还有那瓶酒。狂妄小儿，你可知道你在说什么？就算你是李先生的关门弟子，也不能狂妄到如此程度。哈哈哈哈哈！哎，谢师。小师弟入天启城之前呢，也学了11年的酿酒术。我学了40年。得嘞。好酒可品人间百味，少年的烈，中年的温，老年的醇都不一样，也不见得谁学的酒就一定赢得过我。那就恭候大驾。哎，你们怎么来这儿了？我呢，本来是要带我的小师弟去一个特别好玩的地方，结果路过碉楼小筑的时候，听到里边有动静。我们呢就想说去凑凑热闹，其实是我自己想去凑热闹，正好这时候你被人给打出来了。我当下我完全没有想好怎么去反应，他倒好，大老远就把你给认出来了。好家伙，直接一个轻功上去，来给你2肋插刀了。你果然拜了李先生为师，成了卓墨公子，也就是这位二师兄的师弟了，真好。你也很好啊，还有命，来天启城跟我见面。二师兄，你到底要去哪儿啊？这不就到了吗？这里是青楼？非也，非也。这里是百花楼，不一样的。哪儿不一样？因为有他，所以不一样。那年，我和顾剑门第一次来到这里，当时的他正在抚琴。顾剑门可能是喝多了，听到了他的琴声之后，他兴致大起，举剑而舞。当时的景象尤为震撼。哎呀，真俊啊！所有的花瓣都被他的剑气卷起，五颜六色，姹紫嫣红。
中所有的花瓣交替飞舞成了一座花桥，从这里通往了那座高台之上。顾剑门说：“闻情可知人。”他觉得这个女子就是他的命定之人，于是踩着花桥，从这里走到了那里，撩开了重重帐幔，去见她。然后呢？然后顾剑门就下来了，他被拒绝了。啊？现在回想起来，也是几年前的事情。当时的姑娘现在也出落成闭月羞花的样子了，整个天启城都知道她的名字。不知道顾剑门那小子啊，在见到她会不会感慨？雷公子，许久没来听曲儿了。没有顾公子没来的时间久。没有多久是多久啊？哎，那其实也没有太久。好像有杀气。我来，我也不来了。走。小师弟，趁年轻好好享受吧，好时光不多了。师弟啊！走。娘子啊！错了，我错了。我们在哪儿啊？我们该干什么呀？少年郎，做什么？好生俊俏的少年郎。子怡妈妈，风姑娘今日还奏不奏曲？我都等不及了。哎呀，急什么？这不是来了吗？好嘞。呀，二爷，您来的正是时候啊！这首乐曲，到前面来。好，听着让人难过。我听过的，你也来过？不是，你还懂音律？也不是，我听过这首曲子，它叫《江南月》。亘古乱人行，边秋闻夜声。从今秋露白，月照故乡明。星儿，姐姐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啊？我都快闷死了。我以前到处玩都没人寻我，她一回来，每天跟大朝会似的，每天都有不同的人用不同的事儿找她，我装不下去了，我好累啊，星儿。算算日子，她应该快回来了吧？二小姐，再坚持一阵子，啊。小姐，吾相有事相告。
无相尊使，我近日身体不适，尊使自行决断便是。二小姐，被发现了。二小姐模仿小姐，几乎可以以假乱真。那又怎样？还不是被尊使发现了？尊使，免礼。二小姐与小姐本就是异母同胞的姐妹，又打小一同长大，关系亲密。按说二小姐若是想假扮小姐，还是很难被发现的。那尊使是怎么发现的呢？小姐喜静，二小姐喜动，本就是不同的个性。更何况我是看顾着二位小姐长大的，要想瞒过我，可不容易哦。难为二小姐了。尊使，你既然知道是我在这里，那是不是也知道姐姐的行踪？怎么样，姐姐是不是快回来了？姐姐出事了吗？二小姐别担心，小姐没事，只是什么？有话你就直说，你要急死我吗？只是小姐或许不回天外天了。不回天外天了？什么意思？字面意思，小姐放走天生五脉，放弃了复国，不回天外天了。放弃复国？姐姐怎么可能放弃复国？我不信。心儿，你信吗？奴婢也不信。无相，你是不是骗我呀？你为了自己的野心，要对我们姐妹二人下手了吗？过一阵儿，紫衣和白发便也回了。二小姐信不过我，也该信他们吧。你还有什么要同为师说的？这段时日，有一件事情一直困扰着我。我与身边之人曾经为了一件事而努力，可最近我发现，这件事似乎不是正确的。若要说何为正确，我也未找寻到，我很困惑，请求师父为弟子指点迷津。这人生在世，本就没有那么多是非黑白之事。人在不同的时期，就会有着不同的选择。你见过更多更广阔的天地，自然就会有不同的见解。落霞，你为何痛苦？是因和他人走了不同的道，还是你心中没找到答案啊？两者皆有吧。这人生啊，谁也无法保证与他人并肩同行。就算是我们北离八公子，路也各不相同。可这又如何呢？所以，就看你最想和谁并肩同行。还迷茫？那说明你还需要继续寻找心底的答案。
二小姐，早点休息吧。左右护法他们不会这么快回来的。星儿，如果，我是说如果，吴相使说的是真的，怎么办？不知道，我只是觉得小姐应当是有苦衷的吧。二小姐，你呢？我吗？二小姐，会很恨他。我的好徒儿，在这赏月啊！师父，隔着你那做作的帘子，真能看到月亮吗？帐中观月，犹如雾里观花，自有一番美感。说吧，找为师何事啊？听闻师父马上就要出行，师父一人。你可比雷儿聪明多了。自然不是，还有你那个不省心的小师弟百里东君呢。那可否多带一人？你也要把你的徒弟塞给我？不愧是师父。我这个做师傅的，管自己徒弟还不够，还得捎带着管徒弟的徒弟。早知道一个都不收了，都是群不省心的混崽子。年轻人呢，就应该多出去闯一闯，不该被困在天启城。落霞如果可以跟师父还有师弟一起出去闯荡，想必将来的眼界也会更加开阔些。我看你也挺闲的，怎么不自己带他去游历呢？我的容貌不方便行走江湖，但师父的多谢师父。行了，行了，行了。真是狐狸崽子！桃花香。东君，每种酒都有自己的性格，就像人一样，不同性格的酒，自然也有不同的滋味。徒儿总听说，天启城的秋露白能品3味，难道这种酒
还有3种性格。酒过心头，心头什么滋味，那酒就是什么滋味。不是因为酒有3种性格，而是因为你的心被酒气牵引，千头万绪涌上心头。那师傅，您最喜欢的酒是什么滋味啊？是我这一生最开心的滋味，也是最遗憾的滋味。哪还有这种酒啊？还能2头都占？有啊，它叫做桃花月落。桃花月落。那会不会有一种酒，是最有情的滋味，也是最无情的滋味？无情最有情，可比白日见星辰。天的！本以为李长生在大内闹出那么一番动静，然后又对外声称要带百里东军离开天启，这件事就落下帷幕了。没想到的却是风雨再起啊！只是一瓶酒，代表的却是陛下的权威。百里东军要那瓶酒，是在打陛下的脸。只可惜，如今陛下不敢轻易招惹李先生。他心中虽然愤怒，却也不能展现出来。所以这个时候，陛下一定希望有人能站出来，替他握住那柄刀。徒儿明白了。殿下，有贵客来访。哦。你师父教你的那套烟云剑舞，是他向我拜师时我传给他的。现在他又传给你，我看了也确实适合你。你就先练着，有什么问题随时向我问。多谢春水兄。对了，你师父登场的那套，你可千万别学啊，羞死个人。哎呦，天哪！是，那你可千万别告诉我师父。放心。至于你吧，我什么呀？
你该不会还想教我武功吧？就凭你现在？现在我武功暂时是废了，但是功法可都在我脑子里。你再看看你，有着绝世的内功、绝世的剑术，还有这副经药酒打造的药修之体。你怎么还是那么弱呢？哎，要教我你就教啊，可不带这么损人的。你想想啊，如果有一个人，他不会走路，但他却学会了飞，那他能飞多高，飞多远呢？哎呀，拿着，什么呀？绝世武功秘籍。袖剑19式。公子你好眼光，这是我们这儿销量最高的剑谱。多少钱啊？3文一本，童叟无欺。袖剑19式，你确定这是绝世武功秘籍？这不是3文钱一本的地摊货吗？以前我有一个朋友，就只会这一本3文钱一本的地摊货。这剑法如此蠢笨，为何还要反复修炼？因为我出身寒微，所以只买得了这一本剑谱。练了多少年了？我5岁开始练剑，至今已有17年了。但是我要告诉你，即便是最普通的剑法，只要练上1000次、10000次，也能领悟其中的奥秘。所谓聚沙成塔，滴水石穿。聚沙成塔，水滴石穿，怎么听起来像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说法呢？哎，对了，后来他怎么样了？一定是一辈子寂寂无名吧？寂寂无名。我的那位朋友正是在这本最普通的剑法的基础上，创立了一套绝世的剑法。剑法名列国。列国？列国不是小师兄的家传剑法吗？正是。我的那位朋友，就是当年手握天下第一剑天枕，号令千军万马攻占旧都，并创立了万世伟业的北离开国皇帝天武帝萧绎。这故事该不会是你编的吧？信不信由你喽。先生是想通过这件事情告诉你，你的西楚剑歌固然高妙，但在江湖上不缺高妙的剑法，反而因为它太过精妙，很多时候难以施展。你缺的是如何把这袖剑19式练成西楚剑歌。剑在你手中，即便是最普通的剑法，也可以舞出最绝妙的风姿。不错，不错。袖剑19式，好好练吧。真是这样。
尹世直，尹世直，哦，你在想什么呢？这么入神？没什么，可能是有些累了。累了。春水兄，我们去前面的小溪边歇息一会儿。小姐，二小姐来了。她希望同您见一面。百里师叔，春水兄，我先去采些野果。不如我去吧，这种活怎么能让你干呢？百里师叔，你武功比我高，留下来照顾春水兄更妥当一些。那就有劳你了，早去早回。好。要不还是我自创一套剑法吧，也比这破剑法强啊！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，这可不是什么破剑法，曾经可是有人把它练出了剑仙的风范。那人练了19年才名扬天下，我可等不到那个时候。那会儿我都快40了，还有什么意义啊？你就这么急着名扬天下？那是，我跟人家可是有约定的。他说等我名扬天下的时候便会来寻我，所以啊，我不能让他等太久。哼，女人啊，她可不是普通的女人，她是我心中最美的女人。当然，我只与她见过2次，互相喜欢还谈不上，但我坚信，当我名扬天下，与她重逢的那一天，将会是我们故事真正的开始。